Hello 呀，小伙伴们，我又来啦！在以往我挑耳机的时候，总是以音质为首要因素，音质越强越好，降噪越强越好。但是呢，今天这期视频我并不打算从音质出发，因为其实还有另一批数量庞大的用户，他们并不是不追求音质，也不是不喜欢音乐。如果可以，谁会拒绝音质呀？但是他们可能需要随时的注意外界的声音，也可能随时要接领导的电话。还有些人呢，戴入耳式的耳机就会耳朵疼，就比如说我。还有更严重的小伙伴，长期佩戴入耳式会造成耳朵发炎，更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听力的损伤。做节目之前我就稍微问了一下，别说还真不少，5、6个朋友里面就有2个不能戴耳塞。小伙伴们身边应该也都有几个不太方便用入耳式的朋友吧？这期视频里面呢，我就会根据我的体验告诉大家他们各自的特点、适合使用的场景，顺便再推荐几台我觉得用过还不错的设备，希望能帮到正在纠结的小伙伴。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的话，也可以转发给他们。本期不含商业推广，如果大家有觉得很好用的产品，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推荐一下哦。根据李子的不完全统计，现在非入耳的便携设备里面主要有4个类别，最常见的就是半入耳式耳机和头戴式耳机。头戴式耳机其实已经讲的比较多了，而且像我这种平时戴眼镜的，戴个头戴简直就是上刑，所以这次咱就不讲它了。第2种呢就是骨传导耳机，第3种呢就比较少见了，颈挂式音箱。这东西我估计用过的人很少吧，长成这个样子，说实话真挺难让人下定决心去买到。那么这几种设备呢，虽然看上去毫不相关，但实际上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它们使用环境其实也没啥关系。咱们先来讲讲比较不常见的骨传导耳机。骨传导这种设计呢，原理大概就是头上插2个震动马达，你的耳朵是完全开放的。好处就是外面说话能听得非常清楚，还不用担心污染耳朵的问题。但是弊端也很明显，要用震动发出好听的声音，那还是得要点技术的。不过我发现这些骨传导里面都会送个耳塞哦，原来你还是个降噪耳机。那咱们来对比一下哦。这降噪不是 Musa 索尼，其实咱们还是不推荐这么用的。戴上耳塞之后，虽然降噪无敌，但声音也会变得超级闷，基本上听不了。但是啊，骨传导耳机有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和骨传导本身还没啥关系。大家可以打开淘宝搜一搜骨传导耳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总是能搜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像这些根本就不是骨传导耳机，这就是普通的挂耳耳机。可能有些没看清的小伙伴一不小心就会买个假的骨传导耳机回来。人家标题里面还真就没有写是骨传导，想投诉你都没有办法，毕竟自己看错了。可能有些小伙伴还是觉得，年纪大的长辈容易上当。No， 针对小伙子也有别的办法，大家可以再去知乎里面搜一下骨传导耳机推荐。乍一看好像还挺正常的是吧？有价位，有横屏，也有推荐，头是道。然后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怎么有点不对劲，怎么这么公式化？感觉看了几篇都没有看出什么区别。推出来一看，合作推广，严选专栏，合作。感情这一整页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用户回答呗。尤其是这个严选专栏，每次看一半都让我交钱，过分。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到底上不上当？于是我就把他们俩都买了回来。有个办法可以简单的辨认一下骨传导耳机。真正的骨传导耳机呢是不会有外放孔的，佩戴方式一般也是贴在耳朵的前面，而不是耳朵内部。戴着耳机的时候，即使是堵住你自己的耳朵，也能听得到声音。但是即使是真的骨传导耳机，长得差不多，差距还是很大。就拿我买的这2个举个例子，粉色的是299的南卡 Runner CC2， 黑色的是1300块钱的韶音 AS800。戴上去之后呢，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贵的会紧紧的贴着皮肤，而便宜很多的 Runner CC 就会有点缝隙。放音乐的时候，感觉头上像是带着个震动马达，尤其是到室外的时候，就算是放到最大声，音乐还是听不清，震动倒是大的离谱。相应的音质区别也很大，不过骨传导的音质不好录出来，我就只好给大家描述了。Runner CC2 这个音质，说实话 ，iPhone 里面拆个震动马达出来都比你好听。但是加钱上的 AS800之后呢，音质就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了。虽然还是不能跟贵的耳机比啊，
但是并不闷 ，BGM 和咬字都非常清晰，即使是出到室外的时候也能听得清楚，同时震动也会小很多。如果要类比正常的耳机的话，我觉得它会比小米 Air 2 SE 会好听一些，已经完全可以正常听音乐了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，虽然是骨传导，但它们其实还是会漏音的。经过实测，虽然让人听音乐声音比较糊、比较小，但是漏出来的声音还挺大。在合适的音量下，即使是在大约半臂左右的位置，还是能听到隐隐约约的音乐声。在图书馆里面用的话，应该坐下去没几分钟，周围的人都跑路了。S800虽然会少一些，但是也不是很合适在图书馆里面用。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会担心它够不够稳，跑步的时候会不会晃什么的。那放心就好了，我帮你们试过了，脑浆都摇匀了，一点松动的感觉都没有。如果两个相比的话 ，S800 会更稳一些。然后另一种设备就是这种比较神奇的颈挂音箱，应该很少人用过吧？其实我也没有用过。说实话，在我用之前还是挺怀疑它的音质的，但是用过了之后，别说音质居然意外的还有点意外。不是说音质非常好，只是有点不一样。它的声音会感觉氛围感强很多，而耳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有种音箱的感觉，而且还会带有一些震动。这个震动简直是神来之笔。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注意到，对音箱的感受里面还有一部分感觉来自于身体的感受。比如咱们看电影的时候，飞机飞过，轰轰的地平带着椅子一起震动，就会觉得很震撼。这颈挂音箱的震动还真有点那味儿。但是很遗憾，至少 BOSS 的这台音质并不算很好，它的调音和 BOSS 的耳机比较类似，声音有点闷，低音很多，但是并不清晰。主要的优势还是在音箱这个形态上。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很惊艳，而且虽然是定向喇叭，但是周围的声音还是很大的。不说图书馆了，就算是在地铁上，这个音量的影响距离也有1臂左右。虽然没有抖音外放影响范围那么大，但也不太好意思坐在座位上吧。最后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半入耳耳机啦。半入耳耳机和其他耳机比较类似，漏音很少，音质还不错，形态也比较正常。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选半入耳就够用了。它也比较成熟，也比较多选择，所以为了搞清楚，干脆我就从便宜到贵的我都买了一些。100元左右的小米，700带降噪的 FreeBuds 4，还有1000多的 AirPods 3。不同的耳机区别还是很大的，什么样的设计都有，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。最离谱的是还有正反都分不清的。在这么多耳机里面 ，Buds Live 的造型可能会比较挑耳朵。如果合适的人戴起来就几乎没有什么感觉，不合适的人可能连半个小时都撑不下来。其他的这些戴起来都比较正常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音质呢，在500元以下还算是一分钱一分货，但是500元以上主要就是风格区别了。但是有2个耳机我要重点提醒一下 ，FreeBuds 4的音效在开启降噪以后会有变化，甚至还会有一点点偏音的情况。降噪效果有，但不强。Buds Live 也差不多，处于有但是没有多少的水平。如果你是配合3星的手机，音质会很好，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其他手机的话，音质就非常普通了。好啦，接下来的推荐可能会有我的一些个人喜好在里面，小伙伴们有用过或者是有更推荐的，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发一下。从佩戴、价格、音质、连接体验这些综合考虑，如果用3星的手机的话，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Buds Live。但是真想要降噪的小伙伴，建议还是乖乖选耳塞或者是头戴，半开放的降噪是真不行。如果是其他安卓机，可以选择 JBL T25 TWS， 音质不错，造型也帅。跟 JBL 其他设备不同，它的低频不会很重口味，声音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但是作为硬汉耳机，好像它只做了音质，连佩戴检测都没有，摘下来甚至都不会自动暂停。控制耳机用的是耳机上的实体按钮，甚至还能单独开关其中的一个耳机啊，这硬核！苹果的小伙伴就不用说了 ，AirPods 2或者是3就好，它们俩的音质主要是风格区别。要是我来选的话，我还是更喜欢 AirPods 2的声音。AirPods 3的低频甚至比 AirPods Pro 还要足，但是人声比 AirPods 2反而要弱一些。小伙伴们可以斟酌一下，有 AirPods 2的人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换的。另外2种
骨传导和音箱都是不封闭耳朵的设备，很明显音箱就不是很适合上街了。但是啊，比如说晚上你要在客厅看电影，太大声的话会被登门拜访，小声的话也不够爽，那用颈挂音箱就会非常舒服。骨传导相比之下就正常多了，在街上用的时候漏音不算严重，而且这些骨传导耳机一般防水能力也会更强一些，跑步的小伙伴也挺合适的。不过如果用的次数比较多的话，不建议买太便宜的骨传导，效果差距真的相当大。入门款在室外就算是放到最大声，基本上还是听不清。再考虑到震动和漏音这些问题，我觉得是几乎不可用的。条件允许的话，建议直接挑中高端的骨传导。根据身边的朋友反馈，韶音的口碑会更好一些。说实话，不自己尝试一下，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坑。尤其是这种大众里面算小众，就非常鱼龙混杂。希望这期能帮到一些小伙伴解决难题，也提醒一下小伙伴们买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，看清楚再做决定，会减少很多麻烦。购买过的或者是研究过的小伙伴们，也可以把自己的建议或者是踩坑经历写在评论里面，或许也能帮到一些正在挠头的小伙伴呢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一定要给我点赞3连关注呀，后面还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内容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